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录的这个视频啊，是关于我制作视频的一个技巧。当然这个也是近期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啊，叫什么叫视频的导航。你看我们在我的上一个视频下，其实有这个东西，有下面说，这里是创建 OC 的结构，更新这个内核扩展啊，编辑 config 合并老的配置重启。那这个干嘛的呢？你比如说我想直接去看更新这个内核扩展，那这个时候我只要把我这个进度条拖到这个位置，那现在播放的其实就是教你怎么去更新这个扩展。那我播放一下，那现在就会播放到这里。那现在要播放的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录屏的缘故吗？这怎么不能放呢？可能是因为我录屏的缘故还是什么的啊？那不管它。那如果我想看编辑 config list 的，那这里我要看这里，要看这里，那我只要拖到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那否则在这么长的一个视频当中，你到处找对应的内容，那可能比较困难。然后我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对，有很多这个看官问我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啊？那其实做这个东西有很多方法。因为我用这个 Final Cut Pro，所以那今天我就介绍一下，我是如何通过 Final Cut Pro 来制作这个的。那今天要讲的其实分两步，第一步是我们要去讲如何去做一个进度条。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有背景的进度条，就是本来进度条它可能是一种纯色，只不过我这个进度条它上面有内容而已嘛。你可以把它看成这个样子。所以第一步我们要讲是如何去制作一个进度条，视频当中就是在这下一步去制作一个进度条。然后第二步我再讲如何制作这样的一个东西，并且它跟视频的位置可以对上啊。我看了网上有一些人他那个跟视频的位置没有对上，那我感觉就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你只能说你大概视频是这个位置有一点点偏差没关系，有一点偏差，可能当时计算有点误差吧。OK。启动了 Final Cut Pro 在我这上面有一个比较简短的视频，对，你看不出来有个简短的视频。那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视频加一个进度条。那怎么加的呢？那我们其实是先画一个规则的图形啊。那这是一个黑的是吧？黑的太难看了，我们把颜色换一换。一般进度条是什么颜色？一般进度条都是这个红色，对吧？对，一般进度条是红色，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红色。那它现在满屏的，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chop 一下它。貌似看起来还不错啊。那只有这一部分有的，所以我们把它拉到跟视频，哎，不好控制了。好，我们把它拖到跟我们的视频一样长。那现在就是你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底下就有一个红色的这个这个图形，红色的条。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这个条制作一个动画。那怎么为这个条制作一个动画呢？我们先把它拉到我们现在拉到开始的地方，是吧？那开始的地方其实进度条应该是不出现的啊。那它应该是在哪里去调整的？其实我们应该调整的是它的右边的位置，对吧？那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关键帧，然后现在拉它，我们把它拉到，这个拉不了了，拉不了没关系，我们点在这里，然后你在滚动鼠标滚轮的时候，就可以了啊。那其实这个应该是1920，应该是1920，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的分辨率是1920乘以180，乘以120。
要把它偏掉了，所以在这里应该是这个1920，应该是1980，对对，1030，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拉动滚动条的时候，哎，它其实没有变化的，没关系。那我们再把这个鼠标移到这个最后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它这个位置啊，它的位置我们希望把它挪到这个地方，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哎，你的这个动画就已经创建完成了啊。那现在你在播放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就有进度了，对不对？那进度其实就是这样制作的，嗯，OK。对，除了刚刚讲的我们用关键帧去制作动画的方法啊，其实 Final Cut Pro 里边还有一些内置的一些这种转场效果、转场动画，其实也可以实现那个。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画，对吧？那其实它看起来就是就是那个进度条的效果嘛。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拖上来，我们这上面加个效果，那把这个效果拖到拖满，对，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动画的时间是充满的，而且你看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点是什么？那你看在这里它有点这个效果是吧？但它遗憾的是它起点可能有一点问题，比如说它在这里它可能往后放大概是20几秒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因为有一点点看不见，它不是说因为前面是有带影子的嘛，所以它有一点点它可能是看不见，当然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你自己去调整，那这样子其实你也可以实现这个动画效果，你也可以实现这个动画效果，那就是很简单。对，所以我们第一步要理解这个动画是怎么做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视频的那个导航，其实是用钳子、用关键帧的方法来做，用这个嘛就不太好搞，还是用关键帧的方法来做。OK，这个也可以搞，嗯，后面我试一下吧，后面应该是可以的啊。OK，我打开了我之前的那个工程啊，就是我之前做的更新的那个工程，我们就预览一下啊，那可以看得出来，下面在这里是有进度的，是吧？那我们图中的时候，它就是有进度变化的。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好，OK，这里有两个这个进度条的我把它删掉啊，演示一下怎么做的。我们先把它删掉。OK，那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测量一下我们这个这个视频，对吧？就你想导航做成几段，你需要测量一下它分别在什么位置。那第一个我们要给出视频的总时长，总时长是18分53秒，对吧？那我们现在拿表格去做一个这样的结构，比如说，我视频分这几段，然后导航，然后总的是18分53秒，然后我们希望第一个刚开始这就是零，然后更新这个内核扩展，它在4分30秒，然后我们把这个视频的位置，我们全把它记下来。那记下来之后，我们把它转成秒，转成秒，这里有一个函数，numbers 里面函数 Excel 里面也是有的，大家可以有的没有 numbers 可以用 Excel 的，然后有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就是把你这个时间，这个以小时、分钟、秒这种格式的时间变成秒，嗯，叫 duration to seconds，然后变成秒，变成秒之后干嘛呢？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因为我们的视频底下的宽度是1920个像素，所以那很简单嘛，我们在这里就是把这个除以它，那这个时间除以总时长，然后乘以1920，得到的就是这个视频，就是你要的这个位置，它的像素是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样依次下来，我们把这些像素位置全算出来，那总时长的最后就应该是1920。对，最后得到的结果就应该是1920。那这个时候我们启动一个 PS 的，然后我们去制作它就很简单。
那先把底下的这个东西画出来，至于每一个宽度就是每一个这个交叉的位置就应该是这个像素的位置。那在 Excel 里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新建参考线的这个 Excel 嘛，那 PS 嘛就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在视图这里面去新建参考线。那新建参考线的时候，它会有提示你说，因为我之前创建的是垂直的，它问你位置在多少像素，那我们就依次输入刚刚的像素，那你得到的就是这几根线。那最后一个嘛就不用输了，因为它是木尾。那这个高就是你要的高，然后我们整个的背景是一个透明色，然后我们把它导出成一个偏激的格式，导出成偏激，因为背景是透明的嘛。然后你在视频里面，你刚刚就不需要再 chop 了啊。那 OK，那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图片导进来，那图片在这啊，那我们把这个图片导进来。那首先这个图片导进来应该是放在图层的最上端啊，所以这个图片也是一样的，它应该是跟这个整个的视频长度是一样的，只有这样子你在拖动的时候才会有的。然后这个有个问题啊，嗯 OK，那我这个就算放好了。那放好了之后，这个做出的动画就不会是，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只做一个效果的，那就起不到刚刚我们视频里面看到，它其实底下有一个背景的阴影啊。如果我们想做那个背景的阴影，在这里应该是有两个，应该是需要有两个图层，所以我们把这个图层复制一下，然后再粘贴。好，它会自动在上面去放了一个图层。那这个时候有问题就是当我们改了其中一个，你看不见，最上面的就会挡住。那我们干嘛呢？我们把这个拉到最下面来，我们让视频挡住它。那现在我们要改它，因为最底下是一个黑白的嘛。那我们把这个，首先我们把这个变成黑白的。哦，这个反应太慢了啊！就当你拉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就拉到这里啊，再拉下来，然后我们把 OK，那第一吧，我们要把上面这一个图层背景变成黑白的啊，至少看起来变成黑白的，然后透明度再改一下，然后我们把它变成黑白的，颜色去掉，然后我们把透明度改一下，嗯，试试，我输个50%吧。好，那这个时候最上面的一个背景就做好了，那背景做好了之后，我们把这个挪上来。那挪下来之后，我们看没有任何效果。那现在我们在最上面这一个上面去做一个动画，啊，我们在它上面去做一个动画。那刚刚说了动画是怎么做的呢？就跟前面一样的做法。那其实就是改 right 值的。那在这里我们改 right 的值，我们把 right 的值改多少合适呢？OK，那 right 的值改成这个，你看它就没有了，对吧？然后在这里创建一个关键帧，然后当这个创建一个关键帧我去拉的时候，你发现哎好像没有是吧？没关系，我们在最后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right， OK，我们把最后移成这个样子，然后看起来，哎呀，大概就是这意思了。然后现在那这个动画就做好了，你看，在我们拖动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就会在你指定的位置上，它的播放就会跟着你的进度条
跳到你的之前的导航的位置上。那这个视频看起来，哎，在别人在跳动播放的时候，就或者以后说，哎，我之前看到我忘记了，我要去找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然后很容易就找到了。啊，这个制作起来就这么简单。然后视频导出，那我就不导了，原因是我之前导出过的，啊，我之前导出过的。那这个在拉动的时候，对我有点点小小误差啊，嗯，有点小小误差，没关系。比较遗憾的就是点这上面不行，要点这里才行。这就到这个位置，是吧？OK，好，OK，那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拜拜。